我们常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现在站在哪里打？在伊朗打。但现在整个灾难的中心在哪里？在东南亚，在这个所谓的东亚的国家。现在韩国跟日本说，已经缺油了。现在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也说，我已经没有油了。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些国家的生命线，也就是我们的油的生命线，我们的天然气生命线，都从这里而来。现在已经打得整个鸡飞狗跳了。没错，今天呢，全亚洲股市一片大，为什么？因为油价、天然气搞不好会缺货。好，那我们讲，其实里面灾情最惨重的那就是南韩。为什么？南韩今天很惨，南韩今天股市跌了6.3%，跌得非常非常重，然后还跌到熔断，一度熔断。好，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南韩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启动了能源安全的预警啊。他说，汽车已经限制所谓的你能够买的这个用油量的额度。然后呢，大韩航空所有的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要上涨30%左右。30%？对，没错。那南韩呢还犯了一个错，它原本储存在南韩蔚山石油基地的这个石油呢，原本呢是这个已经跟这个国外的中东买家就说，你先暂放我这边，那部分的话，我如果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优先购买。就没想韩国没有准备好之后，这个中东国家就已经把它转卖了，所以等于原本放在他们的石油基地里面的战备储油被人家卖走了，被中东卖了，因为中东现在有更值钱的，他当然就把它卖掉啊！他们没想到他们的韩国石油公司没有去把它锁定啊，所以现在不是市场价格，是现在是抢价。对，就算我这个油已经放在你的韩国的境内，对。我想赶快有好价钱，我还是把你卖掉。我跟他讲一个观念哦，我们现在看到好像这个石油的期货价是100，对不对？西德州是100，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布兰特是110、120，对不对？但是没有，事实上现货价已经有到150，甚至到200了哦。就是看那个油价，那个是现货，那个是期货，现货已经有到这么高了。所以现在等于是说价高者得，现在国际上都是这样哦。那我为什么说南韩很严重呢？宝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事实上这个伊朗不是攻击了卡达的这个天然气吗？卡达天然气现在有17%没办法运转。对，他说什么？有4个国家，他已经通知了4个，他都直接点名哦。我们这个卡达最重要的这个出货4个国家，我已经跟他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可能没办法供货给你，供货给你没有的话，你也不能够说怎么样。那有台湾吗？ 4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南韩、意大利跟比利时这4个国家中了，所以我觉得台湾 OK， 我们相对韩国还好。另外一个是日本。日本为什么？因为日本95%石油都是经过荷姆斯海峡，所以现在日本也是这样。你看他们在这个北海道的函馆市有一个自助加油站的这个，他就直接贴这个，他说因为川普的关系，特朗普，然后导致我们缺油，我们深感抱歉的一个状况。那甚至还什么？那今天我们台北股市里面还有一个纸类股也在涨。你说纸类股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家知道说，每次通膨都囤卫生纸，原油不够，原油的时候呢，因为纸浆要用很大的船载，那你油都那么大涨，然后谁要去载纸浆？所以你看日本现在叫你怎样，不要囤卫生纸。我们也跟大家讲，台湾人也不要囤卫生纸哦，不要紧张哦。好，那我们再看，所以这个危机我不是在讲一个国际故事，是讲我家的事。对，没错，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蝴蝶效应哈。那我们来看，这样谁最惨呢？我觉得这一波来说的话，中国有可能是遭受到打击会非常大。第一个，你看，因为荷姆斯海峡从中国进口的大概50%都是从荷姆斯海峡，那很多是从伊朗，还有从委内瑞拉，但是问题是还有俄罗斯。那现在贝森特说，没关系，我们开放，大家认购，你要买伊朗的油你就去买，你要买这个俄罗斯油就去买。这原油本来都是要到中国去，现在没有了，再加上原本的荷姆斯海峡的油没有了，所以现在中国其实很紧张啊。而且现在美国的白宫还帮中国穿小鞋，怎么穿小鞋？他说，中国可以被信任吗？伊朗不是中国最好的盟友吗？那伊朗这个中国最好的盟友，你在出事的时候，你有听到中国在讲话吗？没有。他为什么不讲话？他根本没有作为一个盟友的条件，这个根本在吃他豆腐。为什么要吃他豆腐？因为中国不是在伊朗是朋友，他跟波湾国家也是朋友，他跟沙烏地阿拉伯是朋友，他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是朋友，他在顺了孤情四少义，他根本不敢表态。对，我们先跟他讲，中国已经造成缺货。你看中石化就是中国的公司啊，它3月已经削减10%炼油产能，所以他们的确已经面临到油源不足的这个状况。另外就是宝杰刚才讲到，就是说，整个好像打来打去的说，其实谁最遭殃？你知道？中国最遭殃。为什么？中国除了中国除了跟伊朗是好关系吧，它过去几年，它跟中东的国家，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啦、卡达啦、杜拜，它全部都是跟他们签着合约。对，前一阵子刚好有一个美国这个财经杂志有统计出说，他们到底是有多少投资在这个地方？那中东整个投资，中国已经投资进去了3000亿美金。
那3千亿美金来说，现在打来打去都是在打，都打资产。他现在其实他很多投资都在那里面啊，包括你看，他有参加什么杜拜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智慧城市跟 AI 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个阿联酋，阿联酋现在杜拜是很多中国有钱人到那个地方去，就他现在呢，原本他是从新加坡跑到杜拜去，就他现在又要从杜拜跑回新加坡，所以搞来搞去来说，我觉得其实亚洲国家啦，大概都是受伤的一群啊，在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南韩可能受伤比台湾还更加严重。那中国来说，我们要观察它后续受影响的程度。好，所以伟杰这2天真的。整个资本市场里面，大家都吓坏了，整个亚洲股市大跌，而且再可怕的是，你现在看不到止损点。没错，现在目前在台北股市在今天台北股市收完盘之后，外资累计卖超台北股市3月份还没过完，已经超过8000亿新台币。好，那所以其实这一次外资在8000亿，对，超过8000亿。好，那现在目前台北股市还维持大概是在季线这附近。那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相对强势，但事实上真正糟的情况还没有出现。那以现在目前整体金融市场的观察来说，这一场的战争一发动之后，当然直接影响到的是油价。那油价现在目前呢，在期货价格，布兰特原油大概超过100块美元一桶，那当然就会推升长期的通胀预期往上走升。那么长期的通胀预期一旦往上走，那么对于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也会有推升的一个效果。所以最近的这个长天期美国公债10年期的部分是已经来到4.4%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10年期公债殖利率一直都是我们在金融市场当中投资的一个定锚。所以，当它的殖利率走高的时候，无形当中就会针对于股票市场来进行一个估值修正的一个无形压力。所以，当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其实台北股市就只有一句话，叫做非盘即跌。好，这个是这一个对，不是盘就是跌。对，这是从这个通货膨胀预期往上走升，然后推动利率这一块来去看。另外呢，在利率走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对于现在美国来说呢，私人信贷市场也面对到一个非常极大的一个压力。私人信贷市场是现在目前市场上没有讨论到的一个隐藏风险，而这个风险呢，基本上不亚于08年的金融海啸。现在目前的总规模大概超过3.5兆美金。你说现在这个风暴不比2008的这个金融海啸？对，只要它但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吗？所有的产业都在这个风暴里面？对，因为这边的这个私人信贷的违约率正在慢慢的升温当中。哪个违约率？私人信贷，就私人信贷包装非常多的商品，好，这些商品其实都是不透明。然后现在目前它在这些私人银行当中，或是这些影子银行当中的这个违约率都正在攀升当中。对，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一次美联储它的利率决策宣布了是一个暂停降息的一个状态。那暂停降息对于这个市场上面来说，它的违约率就会开始增加。其实只要看到这样的违约率上升，美联储降息就要缓和它的风险。但这一次因为它是暂停降息，那原因就是因为说，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虽然它在经济预期当中是上调了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基本上对于下半年的利率政策，其实它还是维持相对比较中性保守。那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美国政府从美联储到政府的态度是，对于通货膨胀的这个物价上涨的这个价格，它的弹性是很大的。这个弹性非常大呢，其实他们就是你说利率政策，他们现在只看就业市场，所以不看物价。所以为什么在这一次战争开打之后，油价的走升、通货膨胀上升，其实对川普来说，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因为他们可以容忍的弹性变得超级大。那反而是现在目前华尔街的部分，针对金融市场来说，在战争开打2周之后，其实这个高盛跟这个摩根大通就已经有预期，如果一旦这个战争呢是为期超过25天以上，那么美国的通货膨胀预估将会重新回到5.5%。那也就是说，那川普就受不了了。对，也许在这个地方，如果一旦这个极端情形出现的时候，美联储有可能重新再回到升息的这个路径。所以川普也不是没有压力。对，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华尔街投行的部分，其实也预估就是说，现在目前最糟的情况还没有发生。现在目前的华尔街整个投行在金融资产的部分，已经开始全面性的转向卖方。除了大宗商品跟能源的这个投资都还是持续的在布局进货之外，其他的资产全部都是站在卖方。而现在最终的一个部位呢，现在从这个 AI 或者是科技，甚至在其他产业类别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其他的产业类别，除了科技类股以外的产业类别，包括民生消费，包括防御型板块，包括金融，包括消费的这个地方的投资，他们的占比已经被甩卖到降低到非常非常低的位置。对，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呢，华尔街的投行只要一旦要去甩卖资产，就只能往科技类股、AI 概念股来进行一个套现的动作。所以其实现在目前最糟的情况还没发生，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Mac 7就是科技7姐妹，
它的股价仍然是非常的还在高档。然后科技类股还是非常带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梦想，但是其实真正的卖盘还没有从这边引现。那如果从科技类股开始进行甩卖之后，其实对台北股市影响性是非常非常直接，包括半导体领域跟美国的合作是非常非常密切。你说就算你 AI 有很多的题材 ，AI 有很好的愿景，可是这一波来的话，会全部的风暴，它很有可能就会全部都泡沫掉。那这个泡沫有可能会从实体经济，有可能也会从金融端的这需求会开始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所以其实在这一次这个华尔街一直不断的在撤出台湾的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真正最糟的那个情况还没有发生。如果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以标普500他们有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观察指标，标普500指数如果一旦跌破了6270点以下，现在还没有跌破了6270点以下，那所有的华尔街投行将会全部的都站在卖方进行全面性的一个抛售。或者另外有一个是我今天看到，现在连塑胶袋都在涨了，现在整个石化都受到影响了。所以最晚可能在 Q2， 美国的通膨会再起。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连现在美国市场的小丑鱼、多利鱼都会缺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丑鱼大王住在巴厘岛，是台湾人，他在那边很聪明，在那边很会养鱼，巴厘岛水又好，重点是飞机非常的多，可以飞到全世界，所以全世界的小丑鱼都他卖。结果这2天因为全世界抢货，他就说我买不到保利龙的箱子，也买不到塑胶袋。我鱼没有办法出到美国去，我鱼不能出去，是我买不到塑胶袋。对，好，那这个是东莞樟木头发生的事情，因为全部都在抢塑胶袋。再来，美国很快就碰到另外一个大问题，为什么通膨会再起？是现在连浙江的柯桥这个地方，全世界1/4的布料在这里交易。那我们台湾的纺织业现在碰到什么问题？我全部不接单不报价，因为柯桥也停止交易了，因为塑胶原料，我现在看到美元涨1桶油涨到100块，我先不要卖，因为我会赚更多钱。好，那什么事情就发生了？现在是世界杯足球的球衣，各种衣服准备出货到美国铺货的阶段，那我当然是先停止报价跟接单，我等着涨价。因为接下来有多少球衣要摆在北美的架上，北美的货架上，衣服要涨。当然，我不参加涨价，我什么时候涨价？所以整个台湾的塑化业，好消息是中国的中东战略出了问题，因为便宜的石油它买不到。可是另外一个坏消息是，中国人拼命的抢各种原料，塑胶袋我也抢，布料我也抢，连生活用品我也要抢。所以是中国人现在在抢东西。对，所有的原物料是他们抢的，所以东南亚巴厘岛缺塑胶袋。台湾的纺织业者，那我当然先停止报价，我先不接单啊。那世界杯的足球球衣，那等美国人解决再说嘛，我当然赚一笔啊。所以现在问题是，通膨有可能会在 Q2 如果持续下去的话，通膨的噩梦会再来，到时候股市会碰到很大灾难哦。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